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他明明搞砸的事情，却还理直气壮地说，我本来就该是老大，要不是你们，我早就成功了。这种受害者式自恋一旦发作，会让人看不见真相，听不进劝告，还会引爆整个团体的风暴。民数记16章12到35节，就是这样一场硬刚到底的闹剧收场。可拉、大丹、亚比兰，他们不是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，是不愿意承认神已经做了选择。民数记16章继续揭开这场属灵造次的进展。可拉、亚比兰和大丹挑战摩西和亚伦的领导权，声称他们没有资格带领百姓，并以全会众都是圣洁的作为抗议口号。摩西原本想和平解决，亲自派人去请大丹和亚比兰来对话，但他们拒绝出面，甚至呛声说，你没把我们带进流奶与蜜之地，还想挖我们的眼睛。摩西心中极度愤怒，但没有自行惩罚，而是呼求神做出审判。最后神用极戏剧性的方式地裂开，吞了那些悖逆的人和他们的家眷。250个献香的权力斗士也被火吞灭，一场挑战神所立权柄的行动就此结束。在一家历史悠久的教会里，发生了一场看似合理的领袖斗争。新上任的主任牧师 Peter 才40出头，讲道有热情又有洞见，还提出许多创新想法，像是开设社区咖啡馆，举办周五诗歌夜，吸引了不少年轻人。但资深长老 Daniel 心里不是滋味，他在这教会20年，什么大小事他都一手包办，自认是老牧羊人。他常说，我们教会不是靠花招，是靠真理走过来的。Peter 有一次建议，我们将原本的周六查经搬到咖啡馆，打开门让非信徒也能参加。Daniel 马上反对，这会让教会失去圣洁感。我们是圣所，不是街角餐厅。随后 Daniel 拉拢几位资深会友，发动了一场回归正统运动，开始公开在小组里温柔地批评 Peter。 牧师虽然年轻热情，但有点太追求新潮，少了传统的根基啊。几周后，教会例行长职会议上，气氛异常紧绷。Peter 站起来说，我感觉有人对我有些疑问，今天不妨公开说清楚，我们一起祷告后寻求神的心意。 Daniel 冷冷回答，你有热情没错，但我们是跟着主，不是跟着新想法走。我们教会的未来不能只靠你一人说了算。 Peter 没回嘴，只是低头祷告。就在那周，咖啡馆开幕，来了许多从未踏进教会的街坊邻居，有人听了诗歌泪流满面，有人留下来询问圣经，还有一位年轻人说，原来基督徒这么有人情味，我以为你们都很拘谨呢。几位原本中立的会友亲眼见到后，私下告诉 Daniel， 我们看到神真的使用 Peter， 也许我们该停下来想一想，我们是出于保守，还是出于不想改变？
那天晚上 Daniel 一个人坐在教堂角落，他想起彼得前书的话，你们务要谦卑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他从来没想过自己打着守护教会的名义，心里其实是在说，我才是这里该说了算的人。可拉、大丹、亚比兰的问题不只是质疑摩西，更是质疑神的安排。他们拿着平等的口号，实际上是在说，为什么不是我掌权？这提醒我们，有时我们抗拒教会的改变，批评属灵领袖，挑战体制，其实不是出于公义，而是出于心中我应该被看见的骄傲。摩西没有自我辩护，他把审判交给神，因为他知道人心真假，神最清楚。要小心，不要让自己成为披着信仰语言，却在反抗神心意的人。愿我们不是挑战神的人，而是愿意被神使用的人。无论站在哪个位置，都是为了他的国，不是为了我们的脸。